白松露曾经创造过世界上最贵的价钱，就曾经有一个1.89公斤的白松露被一个台湾的美食家用大概相当于是192万的台币给买下去。大家好，欢迎来到品味之境 The Border of Taste， 我是以望。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西方厨房的3大钻石松露。松露它的英文叫做 truffle， 它是一种菌种 fungus 真菌类之一。这个世界上的松露fungus 大概有70几种，但真正能够被人类吃下肚子里的大概就只有14种。其中呢，大家熟悉的呢就是黑松露 black truffle， 还有 bianchetta 松露，还有白松露。很多人都说白松露真的是世界上少有香郁浓郁非常好的一个厨房的佐料，也因此白松露曾经创造过世界上最贵的价钱。在富比士的记录里面就曾经有一个1.89公斤的白松露被一个台湾的美食家用61220元的美元，大概相当于是192万的台币给买下去。那么松露呢，它很特色是它都是生长在比较碱性的土，也因此如果说今年松露的产期好，大部分你的葡萄酒产期就会不好，它有点相抵触。那如果今年你的葡萄酒收成很好，哇，那你的松露今年可能产期就不是很好，就相对而言比较小颗。以前大家都说松露是怎么找出来的呢？是靠母猪，母猪去抓松露。可是因为母猪实在是太好吃了，所以往往母猪自己找到松露之后，它就啪一口把它吃掉。于是，在意大利跟美国，现在他们就培训松露狗，用松露狗狗呢去帮他们去找松露。现在在意大利有非常多的保育区域，也是只能用松露狗来采集，人类只能在它挖完之后，最后拿铲刀帮它拿出来，是不可以自己去拿铲刀去挖松露的。所以这些狗狗的鼻子就要非常的灵敏。Io ho iniziato da bambino perché avevo il babbo che aveva una grande passione, che poi automaticamente le passioni vengono trasmesse anche in famiglia. Per cercare il tartufo c'erano tante cose, l'intelligenza della persona, il cane buono, i posti, la natura, la collaborazione col cane, la simbiosi. Tante cose ci sono sul tartufo da scoprire。那因为松露猎人其实这是一个家族的传承。通常你家如果有人是做 truffle hunter， 你是不会告诉别人的，因为每一个人自己的区域。所以呢，在10几年前，基本上松露猎人这个职业很像 FBI， 有一点保密防谍。不过因为随着现在旅游行业越来越发达，很多人确实想要尝试一下，我想要跟松露猎人、跟狗狗一起去寻松露。于是现在开始都有一些高级定制团，你可以跟松露猎人一起去寻找松露。那么松露呢，就像我刚刚说的，白松露呢，它是只有少部分的地方才有，一年的产季也特别有限，所以去寻找白松露就比较难得。松露猎人他们在找松露的时候呢，他们会把所有的松露集中起来，然后放到指定的交易市场，它是论斤论重的，所以你的松露越大颗越完整，你这个的价值会越高。相对而言，你越小颗或者是你很分散，它的价值就会相对而言比较低。针对松露的应用，现在呢大概可以分成是3类。第一个就是干燥完了之后呢，直接现刨，不管是黑松露刨在意大利面上面，或者是白松露刨在海鲜上面，增加这个食物的香气。第二种呢，就是把松露呢做成是松露酱。那比较传统的吃法，很多人会直接把它跟意大利面和在一起，或者是直接涂在面包上面。那第3种呢，就是把松露呢做成是松露油。所以不管是把它放在松露盐，或者是松露米、松露饼干，其实松露都是一个可以带给食物提高层
次，并且带给你一个奢华感受，感觉是提升了另外一个美食境界的体验。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要怎么样把松露应用在简易的家庭美食。来，跟着我走。欢迎我们的 Simon 主厨。好，大家好，我是 Simon。而且我听说你今天是一次把黑松露跟白松露黄金完美组合。对，通常我们在一般坊间吃到是都会听到夏季黑松露，对。那所以我们在夏天吃到的时候都是吃到黑松露。那是因为产期的关系吗？对。然后白松露呢，就是大概产期是大概入秋然后在初冬这段期间，那白松露的香气哦，它会比较浓郁一点，比较鲜明多一点，比较鲜明多一点。所以这一次呢，我做2个结合，就是我们在炒的时候，我们是炒黑松露酱。但是我们在做最后在起锅之后呢，我会再淋点白松露的香气。哇，太奢侈了吧今天！那我今天带来一道松露蛤蜊意大利面。那材料有哪一些呢？意大利面的话，我这边是用那个 linguine， 就是细扁面，面种就随自己喜欢。我们意大利面大概水滚之后丢下去煮5分钟。然后就把它捞起来备用，不要煮到全熟，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再拌炒。OK。好，所以有时候像我们在国外吃的时候，意大利面会比较硬一点，面心没有透，那个我们叫做 al dente， 但意思是很弹牙的意思。哦。我们喜欢吃弹牙一点，那我们就不要煮那么久。这时候呢，我们就先下一点橄榄油，来。这个要稍微有一点点多，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来爆香这个蒜头。那因为今天这一道菜哈，有2个重点，就是松露。那我刚讲说这个黑松露，等一下我们可以做拌炒，但是白松露的话，你在煮的时候，它味道可能就会蒸发掉。所以我们白松露再放在最后面。OK。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把我们的蒜头加进来。这个蒜头要煮的时候，就煮到它有一点点的金黄色。那原则上就是等一下煮的时候，你会看到冒很多泡泡。然后等这个泡泡都冒完，把它那个水分都煮干之后，蒜头味道才会释放出来。那蛤蜊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吐沙哈，就是加点盐巴，吐沙完之后再把蛤蜊的壳稍微搓一下，这样煮起来的面会比较干净一点。这个时候要有耐心，如果火开太大，等一下我们这个就变爆了。所以我们现在是慢慢煸它，要有耐心，然后它的香气才会释发出来。这道菜灵魂就在这边，它如果烧焦了，这道菜就苦了，你就要重来。如果味道没有释放出来，你加进去，你蒜头等于白炒了。就没有蒜头的味道。所以前置这个煸蒜头的很重要。对，这边。因为其实蒜头味道也蛮重的啊，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盖过松露的味道。对。但是呢，因为这个蒜头的香气出来之后，也会增添一点那个蛤蜊的香气。因为有时候有些海鲜会有些腥味，对。那我们也可以用蒜头或者洋葱来盖过它。那今天另外一个最主要主角是因为我们可以用松露来增添它的香气。好，快好了。你看现在还有冒一点泡泡，对不对？有哦。那就表示它里面还有一些水分，所以它的香气还没有完全散发出来。这个时候呢，它颜色已经开始慢慢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蛤蜊加进来，然后要准备好锅盖，因为它会有水会爆开。等一下要加白酒，后退一点。对，好，加进来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就开大火，稍微拌炒一下。热气够的时候才加酒，如果热气不够加酒就没有用。我们怎么知道它热气够了没？冒烟冒烟，看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食谱说要几分钟，那不一定，最主要要目测。其实用目测最准对，好，加点白酒，然后把锅盖盖起来。这样子要焖多久啊？焖多久？焖到蛤蜊打开吗？对，焖到它跟你 say hello 的时候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大火。OK。让它煮一下，那很快，对不对？对。哎，真的给我们打开嘞！这白酒的味道好浓哦，整个都出来了。好，大概这样。哇，好香哈！很香。来，这个时候呢，我们面刚刚已经煮5分钟了哈，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加进来一起煮。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这个时候可以加点黑松露酱。哇，师傅都不手软嘞。好，然后我们就把刚刚煮好这个蒜头跟蛤蜊的这个汁把它扒附在我们的意大利面上面就可以了。煮到什么时候？煮到这个酱汁现在还有点酱汁，你可以怎么看的？这样拉起来看。
像是很多酱汁，对就还不行。你要把它稍微收干一点，对，把它是吗收干，让这个酱汁跟面条都扒附在一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最后把这个白松露油准备起来。哦，在这个等收干的时候就可以了。那收干之前有个动作，你知道做什么吗？不知道。我们要先试一下，我们好吃的话，我们再让客人吃。哦，先偷吃一下面到底先试一下味道有没有进去。对， OK 好，这就是你们在厨房常常做的事嘛。对，难怪厨师很多都很短抠。对，就是有一点在里面已经都吃完，这个就是职业病。每个都要先偷吃一口。看一下有没有？有，汁已经快收完了。那在收汁之前，我先试一下这个味道哈。好，不够咸的时候再来调整一下。哦，对，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加盐巴，没有加盐，对，我们只有蛤蜊的味道，纯粹是用蛤蜊的鲜味跟松露的味道，如何？可以了吗？我觉得可能再加一点点会刚刚好。好，大概再一点点。我觉得这样差不多。在白松露自由就是关火的时候再加进去就可以。通常盐巴只能加2次，加第3次就表示你技术不好。我觉得刚刚好，刚刚好，对不对？厉不厉害？好，这个时候面的软硬度你也觉得 OK， 刚刚好，非常好，而且白酒的味道也都进去了。这个时候也不要说全都收干，留一点点，还剩一点点，还有一点点酱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最后再淋一点。哦，再淋一点白松露油，就用余温，不需要再加热了。对， OK， 用余温。好，摆盘的话就简单啦，就是我们自由摆就可以了。你没有很自由啊，你还是职业病，还是我们把它摆得很漂亮。稍微，你有没有闻到这个香气？我有闻到，而且是很浓郁的这个松露的味道，还有白酒。对，好特别哦。为什么白酒煮着，我以为白酒会挥发，结果它没有，它整个就是吸在那个面里面。好，就简单稍微放一下就好，也不用刻意做什么，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做出来像这么漂亮。所以我们就，所以你刚刚还说自然发挥就好。哦，你还说要自然，可是感觉Simon 主厨蛮刻意的。对，也还好，就稍微把它转一下 ，OK， 哦 OK。出菜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个小叶子啊。好 ，OK。那这样就完成我们今天的松露蛤蜊意大利面。如果喜欢这一集的话，不要忘记要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一次见喽！